拼功耗10代以来，天玑9000采用全局能效优化技术，功耗比新骁龙8低 26.7%。自联发科发布新旗舰天玑9000以来，网上 MTKYES 的呼声就越来越高。作为明年要大举推向市场的旗舰 SoC， 天玑9000有许多亮眼之处，尤其是最近释放的实测成绩，进一步验证了天玑9000明年定位旗舰的实力。以知名数码媒体极客湾发布的天玑9000实测数据为例，从测试结果来看，天玑9000在能效方面的表现堪称惊艳。在 GEEKBENCH5 CPU 测试、GFXBENCHS TechRuin 测试以及原神游戏实时帧率测试中，天玑9000的平台功耗均明显低于新骁龙8，可见其能效优化技术的功底。尤其是 GFX Bench 对 GPU 的测试中，天玑9000在帧数接近新骁龙8的情况下，实际只相差1 FPS， 甚至可忽略不计。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 26.7%， 幅度非常惊人。GFX Bench 对 GPU 的测试中，天玑9000的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 26.7%。在 Geekbench 对 CPU 的测试中，天玑9000以4474的多核成绩实力碾压新骁龙8。多核功耗方面，天玑9000的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 11.7%。Geekbench 5对 CPU 的测试中，天玑9000的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 11.7%。在热门游戏大作原神的测试中，天玑9000的未降频时，整机平均功耗为 6.8 瓦，新骁龙8为 7.5 瓦。天玑9000的功耗比新骁龙8低了近 10%， 实际游戏中功耗表现依然出众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原神的测试中，由于天玑9000是在工程机上跑的，没有散热系统，所以在45度的时候会降频。不过从帧率曲线来看，天玑9000在30分钟的测试中，游戏帧率表现始终稳定绿色线，而新骁龙8的帧率抖动比较剧烈紫色线，可见天玑9000在实际游戏中的体验要强于新骁龙8，这也验证了天玑9000在游戏稳帧技术方面更优秀的说法。在原神游戏测试中，天玑9000功耗和稳帧表现均领先新骁龙8。在测试中，极客湾对天玑9000的能效表现给予了肯定。总体来看，天玑9000在 CPU 峰值性能上非常出色，甚至在能耗比上取得优势，相当值得肯定的。高通接下来1年会面临相当大的竞争压力。随后，微博大 V 数码闲聊站转发了该测试结果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评论道：从工程机表现看，天玑9000已经把隔壁锤冒烟了。高性能与低功耗看似不可兼得，但联发科却在天玑9000上做到了这点。这背后除了天玑9000先进的台积电4纳米制程工艺打底之外，绝对离不开联发科在天玑9000上推出的一项重要技术——全局能效优化技术。联发科在天玑9000发布会上推出全局能效优化技术。据联发科官方介绍，全局能效优化技术通过全方位覆盖芯片的不同 IP 模块，实现全场景功耗优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，将手机的负载分为轻载、中载以及重载3档，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对应的能效优化策略，并最终降低手机功耗。全局能效优化技术可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进行针对性能效优化。从联发科给出的数据看来，在轻载应用场景下，相比某2021年度旗舰天玑9000最多可节省多达 38% 的耗电，而在拍照、录像等中载场景下，则分别可节省 9% 和 12% 的耗电。整体来看，日常功耗表现相当出色。在日常浏览与视频拍摄等轻中载场景下，全局能效优化技术效果明显。在面对更苛刻的重载应用，比如满帧运行MOBA游戏，天玑9000的功耗和机温表现同样优秀。实测数据显示，天玑9000其相比2021年安卓旗舰，功耗最多低 25%， 温度最多低9摄氏度。如此出众的能效与温度控制，意味着搭载天玑
9000的手机将有资本带来更高、更稳定的游戏帧率，以及更持久的游戏续航时间和良好的机身握持体验，想必将吸引众多游戏手机厂商关注。重在满帧游戏场景下，天玑9000相比竞品在功耗和温度方面优势明显。当然，天玑9000在能效方面的努力还不止于此，除了全局能效优化技术与台积电4纳米制程，联发科推出了新一代独立 AI 处理器 APU590，以强大的 AI 性能和能效 ETH AI Benchmark V5 性能，能效双料冠军，在游戏、摄影等领域为天玑9000提供了卓越的能效保证。正是由于联发科在能效方面过硬的技术底蕴，让天玑9000成为了当前市场难得的性能与功耗平衡的旗舰产品，而天玑9000也有可能会成为旗舰手机市场洗牌的关键。如今 OPPO、vivo、小米、荣耀都已确定会推出搭载天玑9000的旗舰手机，而 OPPO 的 Find X 旗舰系列将成为天玑9000的首发终端。面向明年的旗舰市场，已收获连续5个季度全球手机芯片出货量第一的联发科，下一步将在拼功耗时代，以强劲势头带动旗舰市场增长。据外媒 Business Wire 报道 Strategy Analytics 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1%，达到了68亿美元，约434.52亿元人民币。其中，高通、联发科、苹果、三星和华为海思位列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处理器市场收入份额排名的前5位。高通公司以40%的收入份额占据第一名的宝座，其次是联发科26%和苹果20%。2021年Q1全球智能手机处理器市场同增21%，除了涨势惊人的高通和联发科外，苹果和三星在2021年第一季度出货量和收入也都有所增长，其增长势头预计将会持续到2021年底。不过，华为海思的智能手机处理器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8%。5G 手机处理器占总处理器出货量的41%，其中骁龙480等入门级 5G 处理器的功劳很大，也同时帮助手机厂商将 5G 手机的价格带到了很低的价位段，让更多的消费者用上了 5G 手机。